很多人原本在等這個返校季的優惠，打算等這個 BTS 開跑來入手一台 MacBook， 買的稍微划算一點嘛。結果等到的卻是這個全線的漲價 ，MacBook Pro 漲了$300 ，MacBook Air 漲了$200 ，Mac Mini、iMac、iPad 全線都漲價了。而且這次呢，還不是推出了新款，然後順便的漲價，而是舊款的機器原地漲價。更誇張的就是這個教育商店的價格呢，也都跟着水漲船高了。你以為等這個 BTS 再加上教育優惠可以省一大筆，結果等到的卻是一個全新的更高的起步價，漲價已經變成事實了，沒辦法逆轉了。我相信很多人呢心裡肯定是很不爽的，畢竟這波漲價呢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錢包嘛。但是漲價之後怎麼買才不冤枉？這件事情呢，我已經幫你想清楚了。就在漲價的同一天，摩爾哥们的爆料呢也就跟着出來了。Apple 未來呢，就是這2年的這個產品線嘛，更新的這個時程啊，幾乎呢都已經攤開在桌面上了。哪一台什麼時候更新呢？基本上都說清楚了。那今天呢，我們就結合這個最新的爆料，把所有具體的情況呢都給它分析清楚。哪些現在買是對的時間，哪些現在買可能3個月以後你就開始後悔了。而且關於這個 BTS 的最新的消息啊，等下我也會講到。在看每一台之前呢，我就先回答一個問題吧，就是這波漲價什麼時候會過去呢？會不會等一下突然又變回了原價呢？我個人認為吧，至少短期內呢是不會發生降價這件事情的。那這次漲價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全球的這個記憶體和 SSD 的短缺導致的嘛，全球都是供不應求的狀態，所有的廠商呢成本都是在上漲的。那提姆·庫克也就親口說了，這個漲價是無法避免的。他說他們已經在盡力的想辦法抵擋了，但是局面現在已經撐不住了，於是就有了現在的漲價嘛。那目前根據分析師的預測吧，這個記憶體的價格呢可能會等到2027年呢才會達到一個最高峰，之後呢才會開始出現緩解。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你的舊電腦還能撐多久呢？如果能撐得住的話呢，那基本上呀算是搭上了漲價前的這班末班車了。但是如果真的已經撐不住了，那接下來我就來幫你分析一下吧，整條這個 MacBook 的產品線上哪些能買，哪些不要買。先說第一種人吧，就是你想買一個入門款的 MacBook Pro 的那種人，我的建議就是千萬別買。因為今年的這個 M6 晶片的 MacBook Pro 呢，在今年年底呀就要出來了。那主要升級的呢，就是這個記憶體的頻寬大幅的提升，然後這個 GPU 核心的數量呢也會增加。那這2點加起來呢，其實這個差距是不小的。而且你現在買這個 M5 的版本也根本不划算啊 ，Apple 才剛剛漲過價嘛。那既然都要多花出這麼多錢了，還不如就是說我們再多堅持幾個月吧，然後直接買那個新款就好了嘛。降價短期內是等不來了，但是這個新款呢是可以等得來的。第二種人呢，就是你是要靠這個 Mac 電腦來工作的人，那這種人呢，通常會選擇 Pro 或者是 Max 的晶片嘛，也就是中高階的那些 MacBook Pro 了。那這台的情況呢，其實跟這個入門版的 MacBook Pro 相比啊，是完全相反的。根據摩爾哥们的最新爆料，蘋果會直接跳過 M6 Pro 和 M6 Max 晶片，然後在2027年的下半年呢，直接推出M7 Pro 和 M7 Max 來取代現在的 M5 Pro 和 M5 Max。雖說 M7 系列呢是一次重大的升級，主要就是會加強這個裝置端的 AI 的效能了，讓更多的那個 AI 應用呀都可以在你的本地去跑。但是問題就是呢，如果你是靠 MacBook 來賺錢的人，那這個電腦呀就是你吃飯的飯碗嘛。那如果你現在的電腦還能夠再繼續撐，那你再等1年當然可以了。但如果你現在的電腦呢已經快要到極限了，那還不如呀就趕緊入手這個 M5 Pro 或者是 M5 Max 吧。對於那些就是接案的設計師啊，或者是剪輯人來說呀，這個時間呢就是金錢嘛。那這筆賬呢1年投出去以後就回本了。那這種情況呢其實就不用再等了。比如說吧，就是我們頻道現在的這個剪輯的主力電腦呀，就是32GB 記憶體的一個 M2 Pro 晶片的 Mac Mini。這個效能呢其實還是夠的，但是這個32GB 的記憶體啊，已經成了整個剪輯流程的瓶頸了。有時候呢，就是套的插件一多了呀，就會閃退，所以我肯定是不會去等那個 M7 系列了。M5 Max 呢，就是現在最好的選擇了。第三種人呢，就是想要跑這個 AI 的玩家了。那前面我們也提到了，根據目前的爆料 ，M7 這一代 Apple 主要加強的就是裝置端的 AI 效能嘛，就是衝着這個 AI 去的。而這一年呢，我們也可以觀察一下，蘋果在裝置端的 AI 這方面到底是怎麼去部署、怎麼走的，是不是會推出適合本地跑的 AI 模型？所以呢，就是想要更好的 AI 效能的人呢，我就建議你就再等1年吧。也剛好呀，我們就等到今年秋天那個NVIDIA 的 RTX Spark 筆電上市之後呢，看看那個 AI 效能呀
到底怎麼樣，也值得我們來留意一下，和 MacBook 可以做一個对比。那最後呢，就是学生和一般的日常使用的用户了。那這邊呢，其實就要分2種情況來看了。如果你現在的預算呢，就是在$1000以上吧，那其實漲價後的這個 M5 晶片的 MacBook Air 呢，仍然是最不容易買錯的一台。你看它有 M5 晶片嘛，然後512GB 的 SSD 和16GB 的記憶體。這個配置呢，其實是能夠用很多年的。我知道这個價格呢，肯定是一道門檻了，不是貴不貴的問題，而是前2天還是$1099，然後現在就直接爆到了$1299，這個配置都完全沒有變化，是這個漲價的動作本身呢，讓人沒辦法接受。但這邊呢，我要講一個數字，你可能會感覺到有點意外，就是老的 MacBook 的用戶都知道了，當年那個 M1 的 MacBook Air 啊，就是選到跟現在一樣的規格，其實是要$1399的。比現在漲價後的 M5 呢，其實還要貴了$100的。我自己當年其實就是入手的那一台嘛，現在已經在給我的家人在用了。即便現在5年多過去了，還是非常夠用的。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個記憶體和 SSD 夠大。如果你本身能夠接受漲價的這個動作的話呢，那考慮到現在這個 M5 晶片已經是16加上512的配備了，起步的話，這台就是 MacBook Air 吧，仍然是在這個時間點上，然後在這個價位上最不會買錯的選擇了。當然，如果你能等的話呢，這個 M6 的 MacBook Air 呢，肯定還是會來的嘛。最早可能在今年年底推出，那最晚可能要等到明年的3月份了。前面我們說的是你的預算在$1000以上，那如果你的預算在$1000以下的話呢，就只能考慮那個 MacBook Neo 了嘛。那現在漲價後的價格是$699起步價，以$699的定價來說呢，仍然是非常划算的。但我還是建議你先別買。有一個細節呢，可能有些朋友還沒有注意到 ，Apple 在這個 WWDC 上說要想跑這個裝置端的 AI 呢，Mac 電腦需要在12GB 記憶體以上。但是問題就是，目前整個的 Mac 產品線裡面只有 Neo 是8GB，然後其他的都是16GB 起跳嘛。但是 Apple 偏偏說這個門檻是12GB。那這個很有可能是在暗示明年第2代的這個 MacBook Neo 會有12GB 的記憶體。現在這台8GB 的記憶體的 Neo 不是說不能用了，我其實已經用了3個多月了嘛。問題就是你一旦開很多的窗口之後呢，就開始會感覺到卡頓了。所以呢，能等的話呢，我就建議還是等一下吧。當然，如果你是今年9月份就要入学的那個大學新生，就必須要一台 MacBook 帶去學校用的話，而且預算呢就只有在$1000以內。那等這個返校優惠 BTS 開跑吧，就是入手一個這一代的現在的這個 Neo， 仍然是你目前來說最好的選擇了。記住，一定要多花個$100選那個512GB 的 SSD， 相信我，你一定不會後悔的。最後說一下，就是 BTS 返校優惠吧。其實 Apple 自己的門店呢都已經準備好了，配合這個活動嘛。但是優惠呢還是遲遲沒有上線，連這個 Mark Gurman 呢他都發帖，就是覺得這件事情好像有點奇怪。但是他也說了，這幾天呢應該就會到了。不過有件事情呢要先說清楚，這次這個教育價格因為也跟着上漲了嘛。BTS 這幾年呢也不是直接打折了，也不送你什麼禮品卡了，而是送你一個配件什麼的，比如說 AirPods。也就是說呢，你付出去的錢還是漲價後價格的錢，1分都不會少。只是呢 ，Apple 呢就多送你一個東西 ，BTS 吧，最多算上一個錦上添花吧。但如果你本身已經決定要買了，也符合這個教育優惠的資格的話呢，那你就乾脆再等到它開跑再下手吧，多拿個配件也不虧嘛。今天講了這麼多，其實答案是很簡單的，入門版的 MacBook Pro 等不要買，年底呢有新款。如果是靠 Mac 電腦工作的人，不要等，現在就買 M5 Pro 或者是 M5 Max。那日常用的話呢， M5 Air 現在仍然是最穩的一個選擇了。想要衝着這個 AI 效能去的話你就直接跳過 M6 吧，直接等那個 M7 那一代。至於 MacBook Neo 的話呢，能等就等到明年3月。等不了的話呢，就記得加上$100上這個512GB 的 SSD。這波漲價確實就是讓我們的錢包大出血嘛，尤其是對於那些就是沒辦法再等下去的人來說。但是真正浪費錢的是在錯的時間點，然後選了錯誤的機型。那個損失呢，可就不只是幾百美元了。看到這邊呢，我相信你應該已經找到最適合你自己的選擇了吧？但如果你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買，然後買哪台的話呢，那你就留言告訴我你現在最常用的3個軟體到底是什麼，還有就是你的預算呢到底有多少，我就會給你我具體的直接的建議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先這樣，謝謝大家，讓我們下一次再見。